大家好，我今天想说一说汉服，是中国汉族传统的衣服。现在你要是去中国的话，就算没有什么特别的节日，你上街就能看到有人穿汉服，连在走路或买东西都会穿。我是前几年才发现中国传统服装不光是有旗袍，我觉得汉服又漂亮又有趣，还让我学越来越多的中国历史和文化，也能提高一下我的中文水平。汉服有很多种，再说一件汉服有很多零件，名字好多，我也说不了每一件，但我可以讲讲我最喜欢的。第一，我喜欢有很大的袖子的。我自己还费了很大的力气给自己买了一件汉服，但我现在因为疫情回家了，没把它带回来，所以它还在宿舍。从中国淘宝网订东西运送到加拿大挺贵的，所以我只买了那一件，是一件唐朝襦裙，我买的是差不多200多人民币。我很有可能在未来会再买，我觉得可爱的不得了。我很喜欢唐朝风格的襦裙，腰带系得很高。我还有几次画过这种襦裙，但也画过别的风格。唐朝风格的襦裙比较特别，还有一种襦裙是没有那么高的腰带。唐朝不但有襦裙，而且还有怨灵袍，我也画过。明朝有一种汉服叫袄裙，长得像襦裙的相反，因为上面的一件比较长。明朝还有一种汉服叫贴里，很多汉服店的重点是女士汉服，但怨灵袍和贴里算是男士的。我觉得汉服男士女士没分得那么清楚是很好，因为我认为要是男生或女生想穿别人觉得不适合他们的性别的衣服，那他们应该有那个选择。汉服有各种各样的，光看看也很好玩，像抖音有好多好有趣的短视频，能看到有很多人就是看起来很好看，穿着汉服。我说的这些只是汉服的一部分，真的有好多选择。我也喜欢宋朝的汉服，但我没画过。中国有那么长的历史，每个朝代都有不一样的风格。我要是真的想全部都画一下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画完。但还有挺酷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汉服那么复杂，现在很多人会混搭每个朝代的风格，那样当然也可能看不出来那个汉服是哪一个朝代的，但我觉得不算乱。我还觉得这样很有创造力的。你要是像我喜欢看中国有魔法或中国武术的故事，那你应该会喜欢仙侠和武侠。那些故事里面的角色也会穿汉服，但是经常是修改的汉服。我很喜欢画仙侠风格的汉服，我已经有几个自己的角色是穿修改的汉服。我现在画的也就是汉服，但是是一种现代的风格，叫汉元素，是有点西方的影响。现在这样很流行，连音乐也会用中国古代的仪器，像二胡和古琴和古筝什么的，这叫古风，很美丽的。最后你要是希望再学一学汉服都有什么，那我在视频下面给你推荐 Tumblr 像紫色 Violet。但好，我现在说完了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
希望你们喜欢我画的画。天赠一身桀骜，披荆斩棘，何似那辛劳？闯荡浩瀚江湖，热血群群相抱。看秋花一剑招拆招，星河斗转我渺渺。沧海拍岸听浪滔滔，红尘世界纷纷扰扰。仗剑不如有情同道。那关反复素字，过尘归迢迢。锋芒自敢问天有多